自从这一场印巴战争，彭博一句话形容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场战争。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空战。对，我们过去有说，在乌克兰的战场，俄乌的战场上面，俄罗斯的飞机是碾压乌克兰，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人机新的战术，但是在这个印巴的战争里面，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空战是长什么样？是超视距的空战，这才是真正现在在打的东西吗？对，没错。实际上这次的印度跟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打起来的话，目前为止空战是比较激烈的，所以这次他们两个空战样态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出来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你数量多，或者说你装备比较精良，还不如你呢从头到尾来说，你训练比较扎实。或者说你的这个所谓的整体的整合能力比较好，这才会成为这一次决胜的这个重点。尤其是这一次呢，中国武器在这一次呢对抗什么？这个印度这边有俄罗斯的啦，然后还有这个包括说像法国的很多欧洲的，这一次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大家就找到说，这个飞弹不就是这个米卡就是云母飞弹，就是找到一个未爆的云母飞弹。那因为没有办法判定这个飞机是什么，但是你如果从云母飞弹来说话，因为米卡云母飞弹是光这个搭载在什么幻象2000，我们台湾也有啊，对，所以等于说它是不是他们击落了一台幻象2000的这个状况嘛？所以这看起来的话就可能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米卡存在的话，那是不是曾经的印度的这个幻象2000在跟这个可能跟巴基斯坦的 F16，或者是跟他们歼17等等在交战的一个过程？好，那当然了，到底损失几下？巴基斯坦说的很夸张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残骸是落在什么地方？它其实是落在印度的境内，就是说印度的这个飞机起飞没多久之后就被打下来，而且是怎样呢？是这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印度飞机呢在起飞的过程，它其实没有飞过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边境，对，它起飞没多久，还没有飞到实控线哦，它就被打下来啊。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起飞的过程没多久之后呢，就被巴基斯坦监视到，然后他就在印度的境内就把你摧毁。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来说，这个就是远距的作战嘛，我根本没有给你看到。是现代化空战，所谓超视距的空战。对，因为它不是两个飞机近距离的这个 dogfight 这样子把你打掉，也不是两个飞机都看到对方，现在是印度飞机刚起飞没多久就被打掉了。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就讲目前为止来说，实控线在这个位置。他们现在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一场战争非常值得一看？就是现在双方都是用火箭打对方，或者用无人机打对方，但是实际上的空中的对打的话，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太多的一个状况。好，那所以这变成什么？这一次的装备我就讲。中国是这个巴基斯坦这边是歼10，然后还有部分的 F16。那这个印度这边，它战机非常多，它有标风战机啦，还有苏30啦，还有米格29，等于就是一个杂牌军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再跟他讲，因为他这一次被击落的中间有2架，就是在这个所谓普尔潘山脉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其实是高山，然后印度的这个基地其实在这边，所以印度原本认为说，我飞机起飞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我，所以怎么会被打掉了？好，巴基斯坦整个样子是这样的，它上面有一台这个中国的 ZDK 的03的预警机在上面，就预警机在上面，他就看到你这个飞机要起飞啦，你要飞机起飞的时候，他就通知歼10说，那你可以发射，我给你一个坐标，所以呢，他歼10起飞之后呢。他就因为我知道坐标在哪，你已经给我坐标了嘛，对不对？坐标之后，那我就引导，我就发射这个飞弹出去，发射飞弹之后就命中所谓标风飞弹，标风的战机，或是命中米格这个29，或是苏30，不论怎么样，就这样打中。所以整个过程是这个样子。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大家有发现到所谓的有霹雳的这个导弹的残骸。歼10它上面放的这个所谓的霹雳15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到140公里，是没错。所以才会像你刚刚讲，它一起飞，对这个预警机一发现之后，马上锁定，马上打，就给他这个目标之后，他就打，不用像以前过去2台战机有交战的感觉，对，我直接锁定你了。对，没错。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印度也知道说，因为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印度飞机要飞过实控线，他不敢。因为这个巴基斯坦有防空飞弹，所以他也是起飞之后，他想要到边境去测试一下就飞回来。那他也以为说，他诱导这个巴基斯坦的空军出来跟我 dogfight，因为他认为说我的
配备比你好嘛？你是歼10，我是这个标风战机，我是苏30，我是米格29，我可以碾压你啊。可是没想到这个所谓巴基斯坦没有想到，他根本就不跟你这样做，他是直接在远距离就把你歼灭掉了。好，所以这整个是因为他整套都是用中国的系统，然后歼灭掉了这个法国的这个最新的标风战机。好，那我就想，那有人就说，那为什么这个印度没办法打了？印度明明武器那么好啊！印度其实有几个飞弹，他们目前为止的巨蟒飞弹，这是他们跟以色列合作的这个飞弹。那这个呢，最大射程是61英里，就大概100公里左右不到。好，那除了这个巨蟒飞弹之外，它有云母飞弹，云母飞弹就是在幻象跟标风上面的，它的最大射程是37。好了，R27来说的话是俄罗斯的飞弹，最大这个是59英里，它也摸不到100。然后 R77它大概可以切到50英里左右。还有阿斯特拉，阿斯特拉是印度自己发明的，但它也只有61英里，也就是说都没有超过100公里。那这一次呢，它根本就它100多公里被打掉嘛，所以等于是它即使飞上去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去发射。所以印度完全自己带错炸弹了。对，这样就有人说它带错炸弹，它应该带这个流星。这流星是欧洲给你的，就欧洲给你的话，它至少可以射到130英里左右。130英里，如果你乘1.6是200多，快到200。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一次是这个歼10来了，对不对？那如果印度空军来了之后，发现你说我至少我被打掉没有问题，但是我至少可以发飞弹打掉你嘛，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从哪里射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他知道从哪里射出来了，但是问题是他被锁定，他完蛋了。但如果照理说，如果他有这个能够超过100公里，他可以反射回去，是可以打到他了。他没有办法，所以印度根本是天兵，根本带错飞弹啊。所以我就说，有人就说他为什么他如果带对飞弹，或许他还可以反击嘛，哈。所以呢，因为现在呢，整个印度俩攻，为什么？因为他整个空军不论几架，我跟你讲。赵和打掉2架，这也是颜面无光，更不用说如果真的巴基斯坦说是6架，他怎么受得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印度就出了大规模出这个叫天空打击者。天空打击者其实有一点类似像我们之前在俄乌战争看到的那种游荡炸弹，它发射出去之后在空中寻找目标攻击嘛。它现在更小灯小 K， 它这个是跟以色列合作的这个天空打击者的这个飞弹，它就开始出去了。大规模的自杀无人机的这个部队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打的目标都是什么？都是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的很多城市，包括说你看巴基斯坦的几个什么拉合尔啦、这个古斯兰瓦尔啦这个地方，还有包括说克拉刺海边的很多城市都被轰炸了。他们一直炸。然后当然巴基斯坦就说没有问题，你出动那么多这个飞机，我们有防空系统，我们也打掉你非常多的。他说我们用击落你25架的无人机。所以看起来的话，哇，这个巴基斯坦似乎是成绩斐然，但是至少在这个空战过程里面来说，这个巴基斯坦显然是赢。所以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印度是杂牌军，因为什么？它有俄制，还有法制，还有美制混成一堆啦。然后它作战系统彼此没办法互相连接。比如说很简单。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预警机是美国的，好，那我的战斗机有俄国的，有法国的，那飞弹又是不一样的，所以等于是说我预警机上去的时候，我怎么跟这些飞机联络都不可能嘛，这个就不一样的通讯系统。但是赵和，你看哦，这个巴基斯坦就不一样，你看它的完全，你看它的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中国的预警机，都是中国的系统，它可以追踪100个目标，对不对？然后呢，它这个骁龙的还有歼十的中国的战对中国的这个电子战的这个吊舱，好，然后它的飞弹来说是霹雳的系列，然后红旗9的话又是他们，所以等于是说它整套的这个系统。那整套系统之后，它可以因为我有无人机的时候，我有预警机的时候，我可以指挥发射防空飞弹，我可以指挥跟你说，你这个所谓霹雳飞弹怎么飞，所以它等于是有一套完整的，等于是说。人家巴基斯坦是有眼睛在看着你，你虽然这个印度是这个很好的飞机，问题是你这个无头苍蝇飞来飞去被打假了，所以就告诉你说，这一次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争空战，你可以看出一个重点：系统整合的能力，还有整体的这个作战能力跟训练，其实才是现阶段整个空战最重要胜败的关键。玉凤，这样目前看起来，印度根本就是军武还不错啊，但是带错武器，难怪会被轰炸。但是印度的军武，国际上面可有名了，大家真的不敢买。印度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很多的国家你必须要分成你的系统，我要俄制的我就找俄制的，我要找美制的，一路走到底嘛。那一个国家什么系统都混进来，然后呢，它不只是自己，不只是这个武器的进口国，印度竟然也可以用的低价拿出去卖啊！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们的训练，然后训练的过程当中呢，疑似他的这个炮弹嘣
受潮，就打了之后呢，你看他吓死了全部大家都跑了。这像不像是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要丢手榴弹，然后呢前面练习的时候都没问题，只要真的要丢实弹的时候，竟然他打软手了到自己。对，所以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根本没有把这些炮弹好好的处理好啊，这个还算是小事情哦。来看另外一个事情，你知道吗？有一个军营里面发生爆炸事故啊，为什么发生爆炸事故？你都还没出战，你就在军营里面就把它给炸开了。炸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火药竟然发生了先燃烧的一个状况，结果就给炸开了。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都还没有办法解释啦。比如说你的战备啊、处理啊都没有处理好，这个就没话讲了吧？这个在阅兵的情况之下，你这个枪的他护目敲一下，枪都碎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你干嘛？很多人仪式都有，你敲护目，然后呢，砰，你的军威壮盛，结果一敲之下，这个护目竟然就断裂了。然后呢，你往下碰地之后呢，你应该是一个雄壮威武跟大，结果竟然护目就断了。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就是印度他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荒腔走板。好。更离奇的一件事情，你说我们刚才讲的火榴弹，然后呢这个护目也就算了，他们竟然把基洛级的潜舰自己完成了自灭的一个行径啊！潜舰是不对称战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武器，你还要去攻击敌人，结果呢不是，你知道吗？他竟然在一个维修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俱乐部火弹竟然疑似短路，然后呢就把自己基洛级的潜舰在内部引爆，哇！我觉得我真的很难想象会有这种事情。你说他原本要去修到最后什么？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潜舰给炸掉，我集成我自己了。对，竟然有办法完成这种情况，你知道吗？潜舰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你好不容易买到基洛级的潜舰，竟然在这个填装火药弹的时候呢，把自己给击垮了，这个真是世界闻所未闻的一个世界奇迹。好，重点来了，重点是你前面这些状况之后呢，竟然还有国家愿意买你印度的武器，印度竟然也是武器的输出国，他卖给谁？卖给亚美尼亚。哦，这个就神奇了吧？你知道吗？他们的合约竟然是20亿美金，20亿美金折合台币是多少钱啊？将近好几百亿的台币，然后卖了些什么呢？你知道吗？他卖他给防空系统，然后呢多管火箭炮，还有反坦克系统，还有雷达站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夯不啷当20亿。罗马尼亚后来呢去打了纳卡战争，纳卡战争打下去的时候，他发现说天哪，第一件事情你要双方要对战的时候呢，雷达。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轰过来？所以呢，雷达有没有在跑？有，印度卖给他的雷达站有在跑，结果呢跑出来之后是乱码，因为你跑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计算完后，我才知道敌军来袭到什么地方。没有，他就是完全都是乱码，我怎么知道敌人怎么来？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电脑打开之后呢，一直在画圆圈，跑不出来。好，那等到已经到了接近亚美尼亚的对手来的时候呢，我已经看到他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他竟然有很多的多管火箭炮无法正常的发射，好不容易打出去的时候呢，没有精准导引就打不到对方，所以呢，从头来看，这一次来说的话，就知道印度来讲，他们在准备来说的话，这个武器千万不要跟印度买。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